大家好，这里是疯牛爱世界。一提到清朝，人们都对它褒贬不一。不可否认，清朝是一个失败的王朝。国祚268年，是一个封建王朝，从辉煌走向了没落。但纵观中国古代和近代史，清朝依然是历朝历代中的佼佼者。那么，晚清时期的社会怎样的呢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？如果文字不够直观，那就用一组老照片来勾勒清朝的轮廓。通过这些图片，我们也能够一窥清朝的真实面貌以及人们的生活瞬间。原片是模糊的黑白照，进行了适度上色。老照片搜集不易，值得珍藏。1903年，回到紫禁城的慈禧太后乘坐銮驾来到北京正阳门。瓮城里有一座观音庙和关帝庙，慈禧在众人簇拥下进入观音庙进香。当她走出大殿时，一抬头发现城墙上有几个外国人。慈禧心情很好，并没有生气，还举起手帕朝他们打招呼，引得一众随从都笑了。站在城墙上，外国摄影师拍下了这一瞬间。这是位于福建永春的邮局，门头上写着大清邮政代办分局几个大字，旁边还挂着关局重地，禁止喧哗的牌子。邮局的工作人员站在柜台前，打量着正在拍照的外国摄影师。1896年，清政府开办大清邮政官局，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，发行了大龙邮票。北京城外，一名中年女子身穿浅色旗袍，头戴大拉翅，脚踩花盆鞋，带着孩子从城墙外大路上走过。仔细看，她的长相与一个名人很相似。远处，高大的城墙和敌台十分壮观，城墙前干涸和沟里有一些小猪在觅食。照片中这两个气度不凡的老头是晚清名臣李鸿章和他的哥哥李汉章。李汉章比李鸿章大2岁。李鸿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，官至直隶总督、北洋通商大臣。李汉章为两广总督，但他比李鸿章更会做官，一生没有遭遇过什么磨难。晚清时期，一名危害乡里的土匪被抓住，判凌迟之刑。他光着上身，脚上带着沉重的木枷，几名刽子手将他绑在几根木棍支起的架子上，而这名土匪却表现得很平静，已经接受了接下来的命运。远处一座凉亭下，坐着不少等热闹的人，他们一点都不害怕。清朝末年，10几岁的溥仪身穿朝服站在紫禁城一座拱门前。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。他3岁登基继位，7岁退位，曾有过数十年的逃亡之旅，苟且偷生，当过傀儡，背叛过国家，最终因病去世，结束了这不平凡的一生。清朝时期，清军士兵正在操场上进行体能训练，他们从立柱上攀爬到台阶顶端，然后身体倒立，撑着双手，一层一层下到地面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身体要始终保持倒立。从照片上看，当时清军如此训练，体能应该不会太差啊，堪比特种兵。1903年，参加清宫选秀的7人女孩，她们刚满13到16岁，长得花容月貌，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不知道她们以后的命运几何。这些秀女都是血统纯正的官员的女子，挑选秀女为的是充实后宫，或者为皇室子孙拴婚，为亲王、郡王和他们的儿子指婚。清朝时期，京郊2名男子光着上半身坐在院子里纳凉，看两人的气质打扮，不是一般人啊。两人坐在藤椅上，中间有一圆几，放着茶盏和水果，桌布下摆垂着流苏，桌子前特意摆放有一盆鲜花，颇有几分当代小资的情调。晚清时期，盗贼以及反清活动较多，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在全国各地组织团练，从当地挑选青壮年男性加以军事训练，遇事时可以出战。团丁们也不脱离农业生产，
经费由地方官府和乡绅筹措。100多年前，上海街头，一名男子扛着一个10几岁的年轻女孩，急匆匆赶往青楼。这名男子从事的也是一个职业，当时称龟奴，他们负责将烟花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，就能获得一定的报酬。大街上，人们对他们视而不见。这个坐在椅子上的男子名叫长毛，身高不到1米，他身穿中国传统服饰，手拿折扇。一名外国人发现并将其带到了国外发展，靠表演成为了百万富翁。别看长得不咋的，当时在海外是红得发紫的大明星，有着传奇的一生，还娶了2个漂亮的外国老婆。照片中这名男子名叫詹世差，他身高260厘米，也是被一个外国人发现，带到国外发展，不仅获得了巨额财富，而且还娶妻生子。照片中站立之人就是詹世差，坐在椅子上的是他的妻子，站在最后面的外国男子是他的经纪人。3人站在一起，对比太鲜明了。在过去，有一种刑法叫战笼，罪犯被关在木笼里，脚下垫的砖头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抽掉一块，等砖头被抽完，罪犯就会双脚悬空，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吊死。一般到这个时候之前，罪犯的家属或朋友就会让其服下毒药，以减少被吊死的痛苦。100年前，一群孩子站在一起合影，这些孩子都是从被贩卖到海外的船只上救下来的，他们的年龄很小，只有3、4岁。在收容所里，他们站在一起合影，然后制作成寻人告示，张贴到各处，以便家长认领。杜珠一、郑怀、刘祥兴、张赤四，他们原本都是当地普通农民，过着艰苦的日子，因常年遭到压迫，于是起了反抗之意，创建了古田斋教，并袭击了外国传教士，洗劫他们的财物，最终被当地官府抓住。清朝末年，一名军官和家人的合影照，男子身材魁梧，面相和善，身后站着他的儿子，妻子坐在后面，端庄贤淑，16岁的女儿站在他的身旁。男子是长江上一艘炮艇的负责人，主要在长江下游一带巡防。100年前，河北一条街道上，2名男子用木棍抬着2只猪前往集市售卖。过去很多农村家庭都会养1、2头小猪，养到1、2年，既可以留下自己食用，又能拿到集市上去卖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。清朝末年，在北京城墙上，一名英国男子和2名女子正在野餐，地上铺着餐布，上面摆放着一些西式美食和水果。在他们身后不远处，能看到随意丢弃在草丛中的石块，城楼看上去也破旧不堪。1890年，丁汝昌北洋舰队年龄最小的海军学员，4名年轻学员身着军服，虽稚气未脱，却也威武十足。威海卫是北洋海军基地，北洋海军成立的第2年，清政府在刘公岛设立威海水师学堂，这是一所专门培训海军军官的学堂。在四川一座破庙里，2名男子坐在门槛上相互捉虱子，分开头发丝，捉住一只虱子，用2个大拇指指甲盖夹住，轻轻一挤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很有成就感。在过去，人们都留长头发，加上卫生条件差，经常不洗头就会生虱子，人们之间相互捉虱子很常见。清朝时期，一对跨国婚姻夫妻的合影，男子是英国人，在清朝有关部门任职，妻子是中国人，年轻漂亮。2人结婚时在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。在100多年前，已经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游学、经商，有的还在政府部门任职。一名猎人用扁担挑着很多野味到集市上去卖，有野山鸡、野鸭、野兔等，个头最大的那个没看出来是啥动物。在过去，
很多地方的森林植被没有被过度开发，是野生动物的最佳栖息地，猎人们经常收获满满。不过，现在我国已经立法保护野生动物。100年前，北京郊区一座石桥上走来一对骆驼，驼铃声传得很远。骆驼耐力好，载重量大。在过去的北方，骆驼是最主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。写在最后，每一张老照片背后都有故事。回看这些100年前的清朝老照片，令人惊叹。虽然不能完整的反映清朝的全貌，但是通过它们，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清朝。原来是这样的。好了，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